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山西长治市。山西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，而且又是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不管走到哪里，都能够见识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。我们一般去很多地方，看到100年、200年的古迹，都感觉很稀奇。但是来到山西这块大地上面，你可能觉得1000年左右的才稀奇，100-200年的太多了，可能到处都是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山西长治的一个小山村里面，这里呢还有元朝的建筑，也差不多800年了。在山西元代的建筑非常多，那明清的就更不用讲了。现在去看一看地上文物看山西的又一个独特的建筑。很多人出来旅行，主要是为了放松心情，从而选择的景点一般都是比较知名的。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讲，喜欢去一些冷门的地方旅行。这些地方虽然比较冷门，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意思。特别像山西这个地方，走到哪个村落都是有一段历史，走到很多地方可能都是你没有见过的古建筑、古民居。其中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南宋村，里面的殿宇巍峨布局巧妙，让人叹为观止。但是很少有人来这个地方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全世界仅有3座的宝藏建筑，一座在北京，一座在日本，还有眼前我们看的这一座五凤楼，它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片古建筑群是一座道观，供奉的是玉皇大帝。按照资料记载，上古时期就有人在这里生活，特别上古时期的一些帝王也在这里生活办公过，从而有很多道士后面就在这里修行，最终遗留下来这样一栋宝贵的建筑。前方这栋建筑是叫做五凤楼，它是属于玉皇关的山门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气派？这栋建筑确切的建造时间还没有统一，一种说法是始建于北魏，但是按照现在遗留下来的建筑规模、形制、建筑方式，基本上是属于宋元时期修建的，在明清的时期有修缮。五凤楼这个建筑形制是非常特别，它是宫城正门形制，上面有重楼5座，以游梁相连，形容燕翅，俗称五凤楼。在隋唐时期的洛阳建应天门，就是紫禁城正门，上面也有五凤楼。你像现在北京故宫午门上部也有一座楼叫做五凤楼。五凤之名最早见于汉代，当时汉宣帝刘询就是那个乞丐做皇帝。一开始五凤是人们对太平盛世的一种期盼，因为当时汉武帝和匈奴打了很多年的仗，后面汉宣帝继位之后又打造了一个盛世。五凤楼它一开始是承担着防卫任务，后面又是权力理智的象征物，也是我国古代高超的建筑技艺的见证。它从汉代开始一直就成为古代宫阙建筑的沿用模式，在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既然是宫殿，那我为什么会在这种道观里面存在呢？因为从古至今道观、寺庙这些很多建筑，它其实跟宫殿类似，往往这些道观建筑会有一种说法，皇家寺庙、皇家道观。你就像武当山，它那个建筑形式就采用了紫禁城的方式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建筑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它在全世界仅有3处，一处在北京，一处在日本，最后一处就是在我们的山西长治市。现在进去看看这种与众不同的建筑，听说里面还内有乾坤。一进来这个大门就发现一个很独特的梯子，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独行梯。我们在很多地方能够看到你像贵州的那些粮仓也有这样的独梯上去。那这个是什么树木呢？不是金丝楠木，也不是我们说的其他的一些比较独特的，它是叫做桑木梯。桑木乃是落叶乔冠，植株较矮，木质粗糙，多分叉，那个易开裂。你看这里明显的就比较容易开裂，很难成材。
此独木桑梯是由一棵桑树主干雕凿而成，高7.13米，总共是15个台阶。按年轮推算的话，大概是500年左右。如此巨大的桑树实属罕见，长于何处，发于何处，不得而知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，要上五凤楼必须走这个独行梯，这看起来还是有点危险的，也不好走，就跟走天梯一样。去上面看一下，按照说法，这个爬的楼梯是上个世纪修建的。修建完成之后，我们就能够近距离的看到中国建筑的一种非常重要形式——斗拱。在这个玉皇观里面，这些斗拱也是一绝。特别是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大殿，在这个五凤楼的二层，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，就是眼前的这个横梁。一般横梁都是用金丝楠木或者杉木很多比较坚固的木头所做，那么这个就是金木。一般我们说金条就是打人的那种，这种木材很难成为主干，但是在这里却有2根7米多长的，很奇怪啊！树龄都在400年以上，如此罕见的金木做梁，在全国好像其他地方还真找不到。在顶部还有一些东西，这就是五凤楼的藻井。一般我们一栋建筑物是有天花板的，天花是遮蔽建筑物内部顶部的构件，而建筑内呈穹隆状的天花则被称作藻井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。这种天花的每一格称之为一井，又雕饰了花纹、彩画等等，故名藻井。藻井的形状一般就是伞盖，它由细密的斗拱承托，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，象征天宇的崇高。在传统观念上面，藻井是一种具有神圣意义的象徽，只能在一些宗教或者皇帝的建筑当中应用。所以我们看到皇宫的建筑，就是宫殿，还有很多寺庙、道观见到的藻井比较多，其他地方相对来说就很少了。在五凤楼前面就是一座拜亭，也就是献殿，主要是用来祭祀的场所，里面的建筑也很奇特。这个大殿上面的4根柱子也是相当于是盘龙柱，非常奇特的就是说这里有龙，上面还雕了一些佛像，应该是释迦牟尼，雕刻的是非常精美，这个非常少见呢，不知道代表的是什么含义。同时这4根柱子上面的雕刻都不一样，估计也是元代保留下来的，因为看起来不像明清时候的建筑风格。还有一点，柱子上都有一个孔，那基本上以前是有一个像横梁一样的架在那里，不知道是干嘛用的，现在是肯定看不到了。这献殿上面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藻井，跟刚刚五凤楼上面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在这里有4根横梁，就是东南西北4根嘛。大家看一下这4根横梁是不是镶嵌在这个柱子上面，巨大无比，可能直径都有40-50公分左右，明显的看到是一个完整的，没有任何瑕疵的。这边也是如此。那么4根是否真的如此呢？不是的，在东边，它这个庙宇是坐北朝南，所以呢这块是东边。大家看一下东边这里这个木头啊，感觉是不是像拼接的，也就是断梁，那里切开了，这里也切开了，就是一个断梁。这个是为什么呢？大家猜一猜有什么含义吗？你像如此宏伟而浩大的建筑，偏偏用了一根断梁，这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？至今是一个未解之谜。但是相对来讲，如果大家看过中国传统的古建筑的话，往往很多宏伟的建筑都有点瑕疵的。你说它机关也好，你说它是故意这样设计也好，你像武当山金顶上面那个金殿，它最后组装的时候有一个小孔，一块金砖放在那里。按照之前的一些说法，你如果金砖放在里面，那个金殿是牢固无比，不会倒塌也不会碎。但是你如果说那个金砖一拿掉，金殿就会碎了散了。还有像嘉峪关那个城楼，在那个城门上有一块砖，就是说当时把整个嘉峪关建完成之后，那一块砖是多余的，
那又不能把它放下，就一直放在城楼里面。所以古代的建筑都是有一定含义的，不能够十全十美，任何事情也达不到十全十美，从而一定有瑕疵。估计很多建筑都是这样的。那么在这里，它的含义寓意是不是这种？我们只能作为猜想，因为确实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解释。过了献殿，就是这组建筑群里面最后一个单体建筑，看起来是非常大吧？它里面供奉的就是玉皇大帝，这个人物大家非常熟悉了，很多小说、影视剧里面都会写，都会介绍，特别是《西游记》里面。在这个大殿比较珍贵，也是最奇特的，就是屋檐下面这些斗拱。斗拱是中国古建筑中一种特有的建筑形式，一般是建筑在比较高级的建筑物当中，也体现了封建的一种等级。主要有3彩斗拱、5彩、7彩、9彩。这里说的彩就是向外挑出，每挑出一步就是1彩。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斗拱有多少彩？这个上面总共有13彩。我们一般常说9是最高的，只有极特别的有11彩，但是13彩的好像确实没有，有可能是没有发现。那这里应该算是现在发现彩数最多的斗拱。至于为什么建成13个，现在也无从得知。不过也确实能够想象得到，中国古代的建筑是多么的厉害。尽管说这个玉皇观面积不是太大，但是在这么一点面积，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多与众不同的物件，这么多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。有时间还是要多来大地上看一些留存下来的古建。